传说中的热气球海了吧？比利时古城的遗址就在脚下，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。现在我们正在飞越帝王谷了。我再也不想来坐热气球了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凌晨的4点钟。我是准备去参加一项在埃及期待了最久的一个项目了，那就乘坐卢克索的热气球，要飞越帝王谷，在尼罗河上看一场日出。因为埃及卢克索这里呢是全世界乘坐热气球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城市，在这里呢只需要50美金一个人的。然后如果我们在土耳其卡帕多其亚那里坐热气球的话呢，200欧起吧，所以在这边真的性价比特别的高。然后我是在酒店楼下等这个热气球的公司来接我的，我们就跟着热气球公司的人去坐车，因为我们住在东岸这一边，需要坐车到尼罗河那里，然后坐船渡过尼罗河，再坐车到了西岸的热气球起飞的地方。在船上这里有提供早餐的，还有咖啡，大概要出发了吧。哇，这些密密麻麻的车子全是去坐热气球的。我们现在来到热气球起飞的地方了，但是中间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天气还能不能飞，能见度比较差一点。今天全部人都在这里等待起飞许可，因为今天的这个风不太稳定，就是可能有风险吧。这边的工作人员都是 stand by 的这个状态，连热气球都没有吹，感觉是不是有沙尘暴啊？这能见度好差。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1个半小时了，都还没有起飞。这太阳都越过云层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还在这里罚站，罚站了2个多小时。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在等了2个半小时之后，终于他们在吹热气球了。原本以为今天要取消了，结果他们决定还是起飞这个热气球。热气球好像一只巨大的虫子啊！现在正在吹气，马上就可以起飞了。身后的热气球真的好大好大个啊！哇，飘起来了，飘起来了！要开始登陆了。哇，好热 ！OK。Don't start, please. Yes. 好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嘿。哇，已经有一个气球起飞了。拜拜！起飞了，起飞了！撞在一起了，这是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热气球海了吧？我现在越升越高了。这些一个个洞穴就是那些贵族的墓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哈谢普苏的女王神庙了，3500年前。然后它的旁边就是帝王谷。看到没有？这个一个个有洞的。卢克索是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，因为整个古城比利时古城的遗址就在脚下。哇，感觉到空气中就是浓浓的古埃及的气息。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尼罗河了，尼罗河滋润了一大片平原，然后呢，平原旁边就是一大片沙漠。
因为埃及这里95%的土地都是沙漠，所以说尼罗河也是多亏了尼罗河的滋养，这一片平原才会如此的生机勃勃。你看，还有炊烟袅袅的，好美啊！这一幅画卷。现在我们正在飞越帝王谷了。对他们说，这里是埃及的西岸。对，我觉得。因为这是以前的首都底比斯。低空飘过地上的遗迹，这里还有座神庙。这是拉美西斯二世建的第2座庙了。第1座保存比较完好的是阿布辛贝神庙，也在这里看得到门龙巨像哎。你看这2座就是门龙巨像，它原来是有个神庙的，后来被拆掉了。哦吼，我们错过了哈谢普苏的女王神庙了，它是被称作埃及的武则天。下次再好好介绍吧，现在看不到了。那小车车、小面包车在狂追热气球，因为待会儿他要载我们回去。感觉好快哦，一会儿就飘完了。热气球的降落才是真的刺激，10几个人追着绳索，边跑边拉，感觉他们都要被热气球给带飞了，特别的危险。而且落地并不平稳，惯性的作用下，篮筐会侧倾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摔在篮筐里边。我们降落到了一片荒漠之中，旁边的那群人也在追逐着热气球，不容易啊！这份工作，十几个人拉着那个热气球。那个 captain 不行啊，这降落。哦，我操，蹬死了！好危险啊，好危险啊！如果大家仔细看驾驶员的话，会看到他的脸被严重的烧伤，他的胡子是贴上去的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他就是2013年震惊世界的卢克索热气球事故中的2位幸存者之一，也是当时热气球的驾驶员。事故一共造成了19人丧生。当时热气球被火焰意外点燃之后，在靠近地面时，驾驶员和2位游客跳了下来。热气球因为重量的减轻还有燃烧，迅速的上升，导致没来得及跳下来的游客被当场烧死。调查的报告显示，事故的原因是人为的失误，驾驶员理应在着火之后关闭燃料阀，可是他却最先逃跑了。在查阅到相关资料之后，我的心里面也是有些后怕的，这样子的驾驶员怎么还能重操旧业继续上岗呢？刚刚旁边那个热气球降落真的是很惊险啊，所以说大家来乘坐热气球的话，一定要评估好这个风险等级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参加。因为这个热气球就在卢克索这里以前是发生过事故的，要徒步回车上去啊，那车就在前边等我们呢。我再也不想来坐热气球了，因为在天上热气球实在是太浪漫了，对我们这些单身狗实在是暴虐啊。如果大家是情侣这样子来，然后跟朋友过来玩的话，还是很可以的。我现在回到酒店了，就在楼顶这里吃早餐。今天的这个热气球之旅，我感觉体验一般般啊，因为可能是运气的原因吧，一大早赶过去了，还要在那里等了2个半小时，等到日出之后大概1个半小时这样子嘛，我们才起飞。所以说在天空中的时候，虽然看的景色很不错啊，能看到底比斯这个古城的遗迹，然后还看到了帝王谷还有女王神庙，但是呢，因为太阳出来之后特别的晒，然后呢，我们整个过程因为它已经推迟了好几个小时了嘛，所以说整个过程都感觉有点赶，
就那个工作人员赶紧叫我们上来，然后赶紧充气，就赶紧升起来了，就生怕又推得更晚了，所以呢会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吧。就总体来说没有预想的那么好，但是在空中飘的时候看到整个热气球海还是很浪漫的。我比较推荐就是情侣啊或者跟朋友一起来玩会很棒的一次体验，但是不要遇到我这样子的情况就好了。他在酒店还有送果汁呢，还有一份煎蛋和这个蚕豆泥。卢克索这边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奉劝大家就是到了5月底6月份这样子就不要来了，因为现在白天的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，即使是凌晨4点，像今天的话我凌晨4点起来，外面也是很热的，白天的话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了，大概在41、42、43这样子吧，反正是真的很热。